地狱真的存在吗？佛经中的地狱到底象征什么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所有人都好奇，却又没人敢深入细想的终极问题：地狱到底真的存在吗？我相信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，从小到大都听过无数关于地狱的说法。我们小时候听家里老人讲民间故事，说人死后要过奈何桥，喝孟婆汤，生前作恶的人就要被押到阴曹地府受刑。长大一点，看古典小说，看影视剧，《西游记》里唐太宗游地府，看见刀山剑树，油锅血池，牛头马面分列两旁，阎罗王端坐堂上，一笔一笔清算人的善恶。再到后来民俗里的7月半、清明祭祖，老人们也总念叨着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，敲门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死后自有公道。慢慢的，这些说法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就在我们心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固定、非常具象的地狱印象。它就在地球的深处，有一座庞大的地下宫殿，分了18层楼层，一层比一层痛苦，一层比一层惨烈。有专门的神明掌管秩序，有差役捉拿魂魄，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，就会被带到这里，根据生前的功过是非审判定罪。善良的人转生善道，作恶的人打入地狱，该上刀山上刀山，该下油山下油锅，等罪业受完了，再去轮回投胎。这是普罗大众最根深蒂固的认知，也是绝大多数人对地狱的全部理解。也正是因为这个认知，世间就出现了2种非常极端的心态。第一种是盲目恐惧，很多人一听到地狱2个字，心里就一紧，本能地生出惶恐和畏惧。他们真的把地狱当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外在的恐怖牢笼，总觉得人生在世，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，做错一件事，死后就要去里面受苦。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，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愧疚和焦虑里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到处求神拜佛烧香祈福，就怕死后清算，逃不过地狱的刑罚。还有的人明明没做什么大恶，也天天担惊受怕，把地狱当成了悬在头顶的一把刀，活得紧绷又压抑，本来好好的人生，愣是被这份恐惧活成了枷锁。第二种是彻底否定，尤其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年轻人，大多都是这个态度。大家会觉得，这完全就是古人因为认知有限编造出来的迷信故事，是用来吓唬老百姓、劝人向善的手段，根本站不住脚。有人会说，地球的内部结构我们早就探明了，从地表往下，地壳、地幔、地核，一层一层都是岩石、岩浆、金属，实打实的物质结构。别说18层地狱，连一层空余的空间都没有。还有人会说，宇宙我们都探测到上百亿光年了，什么星球有什么结构我们都清楚，从来没发现什么地狱天堂的所在。所谓的阎罗王、牛头马面、刀山火海，都是神话传说，都是文学创作，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根本不值得相信。这2种心态，一个怕得要死，一个嗤之以鼻，看起来完全相反，其实根源是同一个。大家都默认了地狱是一个有实体、有位置、有物理空间的地方，相信的人觉得它在地下，不信的人觉得地下没有，所以它不存在。两边争来争去，都是在物理空间这个框架里打转，从来没有跳出来看看这件事真正的本质。所以今天我们就静下心来，不急着恐惧，也不急着否定，安安稳稳、平心静气地把这件事彻底讲透。地狱到底存不存在？如果存在，它在哪里？如果不存在，佛经里千真万确记载的无数地狱境界、无数痛苦果报，到底是在说什么？它真正的深意到底是什么？今天我们不用宗教术语，不讲玄乎的东西，就用大家都能听懂的生活道理，一层一层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其实大家所有的困惑根源只有一个，
我们一直用物理世界的三维认知去解读一个意识维度的生命真相，用看得见、摸得着的物质标准去衡量看不见，却真实作用于生命的业力与心性法则。这就好比用尺子去丈量温度，用天平去称量情绪，从一开始衡量的维度就错了，方向偏了，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答案。首先，我直接告诉大家最核心、最颠覆常识的答案：地狱不在地下，不在地球的某个角落，不在宇宙的某颗星球上，它没有固定的物理坐标，没有实体的空间建筑，更不是谁修建出来关押罪人的监狱。那它到底在哪里？它只在众生的意识里，在众生的业力里，在众生的执念与恶念之中。它是心性的产物，是业力的显现，是念头投射出来的生命境界，从来不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物理地点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瞬间就会疑惑，既然没有实体空间，那佛经里写的拔舌地狱、油锅地狱、寒冰地狱、刀山地狱写的那么具体，那么真切，那些真实的痛苦、极致的折磨，难道都是假的吗？难道都是凭空编出来吓唬人的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拆解的关键，也是最容易被人误解的地方。地狱的物理场景是虚幻的，没有实体的，但地狱的痛苦感受是100%真实的。场景是幻，感受是真，外境是虚，业力是实。为了让大家彻底听懂，我们不用任何晦涩的佛学术语，就用每个人都亲身经历过的做梦来做最通俗、最精准的比喻。这是解读一切灵性维度、一切善恶境界最落地、最好懂的生活范本，没有之一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噩梦，有的人梦到自己站在万丈悬崖边，脚下一滑就掉下去，风在耳边呼啸，心里的恐惧攥得紧紧的，整个人都失重了，吓得浑身一抽，直接从床上弹起来。有的人梦到被猛兽、被坏人追赶，拼了命地跑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，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那种绝望和慌张堵在胸口，喘不过气。有的人梦到自己身处火海，浑身被火烧，灼热的痛感传遍全身，动都动不了。还有的人梦到亲人离开，遭遇意外，在梦里哭得撕心裂肺，醒来的时候枕头都湿了一大片，心脏还在砰砰跳。我先问大家第一个问题：你梦里的深渊、烈火猛兽酷刑，真实存在于你的卧室里吗？肯定没有你睡觉的房间安安静静，床铺平整，室温适宜，没有火海，没有深渊，没有追赶你的人，也没有任何能伤害你的事物。所有恐怖的场景，在你物理所在的空间里一样都找不到，完全是子虚乌有。那这些恐怖的场景来自哪里？不在外界，不在房间，不在任何物理空间，只来自你当下的意识投射。是你的意识自己构建出了一整个完整的世界，有天地，有人物，有情节，有感受，真实得让你分不清真假。但是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：你在噩梦里感受到的恐惧、绝望、灼烧的痛、坠落的慌，是假的吗？绝对不是。但凡做过噩梦的人都知道那种痛苦无比真实。很多人做完噩梦醒来之后心跳加速，浑身冷汗，眼眶发酸，情绪半天缓不过来，甚至一整天都心绪不宁，脑子里反复回放梦里的画面。梦里的场景是虚假的，无实体的，但梦里的感受、梦里的情绪、梦里的痛苦是真实不虚的，它真真切切作用在你的身心上。这就是地狱最究竟、最完整的真相。地狱就是众生业力成熟之后所显现的一场极致痛苦的深层噩梦，它和我们晚上做的噩梦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，区别只在于我们平时的梦是浅层意识里的记忆和情绪投射，程度比较轻，时间比较短，醒来就结束了。而地狱境界是深层意识里
累生累世积累的厚重恶业，全面成熟之后投射出来的大梦，程度更极致，感受更强烈，持续的时间也更漫长。我们白天清醒的时候，被眼耳鼻舌身的感官牢牢束缚着，眼睛只能看外面，耳朵只能听外界，身体只能接触物质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只有眼前这个物质世界才是真实的。但当我们入睡，外在的感官暂时关闭了，眼睛不看了，耳朵不听了，身体不接触了，内心深处储存的记忆、情绪、执念、习气就会完全释放出来，自己搭建场景，自己编排剧情，自己产生感受自成。一个完整的梦境世界。同理，我们这一生乃至无量世以来，所有的身口意造作，所有的伤害、嗔恨、恶毒、偏执，所有的恶业从来都没有消失过。普通人以为做错一件事过去了就结束了，别人没看见就等于没发生，时间长了就忘了，也就一笔勾销了。其实不然，所有的善恶造作都会像数据一样完整精准，丝毫不差地储存在我们的深层意识里，也就是佛经里所说的阿赖耶识，也叫藏识、种子识。大家可以把阿赖耶识理解成我们每个人专属的、永不删除、永不格式化的云端储存盘。你的每一个念头、每一句话、每一个行为，不管是善是恶，是有意还是无意，都会自动存档，永久留存，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淡化，不会因为无人知晓而清零，也不会因为你自己忘了就消失不见。它就像一颗颗种子埋在你意识的土壤里，静静地等着因缘成熟，然后发芽、开花结果。平时我们身心安稳、福报具足、生活顺遂的时候，这些负面的业力数据都被我们的福报善念、安稳的状态覆盖、压制着，不会显现出来。就像我们电脑里存着很多隐藏文件后台程序，平时正常办公浏览页面的时候完全看不到，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操作，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，但它们一直都在，只是没有被触发而已。但是当一个人福报耗尽，身心衰败，尤其是临终那一刻，外在的身体感官、外界的一切牵绊全部退去，就像我们睡觉时关闭了外在感知一样，眼耳鼻舌身的作用慢慢消失。这个时候，内心深处隐藏的所有业力数据就会100%自动加载，全面显现。善业多的显现清净安乐的境界，恶业重的就显现痛苦、恐怖的地狱境界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人不需要被谁抓捕，不需要被谁审判，不需要有牛头马面来押解，也不需要去往地下的某个空间，自己的恶业就会自动幻化出对应的地狱境界。就像做梦的时候，不需要有人给你搭建舞台，不需要有人给你安排演员，你自己的意识就会变出一切。如果你这辈子前世经常恶语伤人、搬弄是非、口出恶言、造谣诽谤，习惯用言语去攻击别人、伤害别人、撕裂别人，这份口业的种子成熟了，就会自动显现出拔舌地狱的境界。不需要有人来拔你的舌头，你自己的业力就会让你感受到舌头被拉扯、被割裂、被穿刺的剧痛，那种痛苦和真实身体被伤害的感受没有任何区别，甚至更强烈。如果你常怀嗔恨，满心戾气，动辄伤害他人，暴躁易怒，一点小事就火冒三丈，心里常年装着怨恨、嫉妒、恼怒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总想让别人不好过，这份嗔恨的业力成熟时，就会幻化出烈火、地狱、铜柱地狱、铁床地狱。不需要有人点火，不需要有人推你进去，你自己内心的嗔火就会显现出烈火灼烧，滚烫侵蚀的痛苦，每一分每一秒的煎熬，分毫不少。如果你心性冷漠、刻薄无情，常年冰冷自私，不懂温情，看到别人受苦无动于衷，甚至幸灾乐祸，对身边的人都尖酸刻薄，毫无暖意，
心里只有自己，没有半分慈悲和柔软。这份冰冷的习气成熟时，对应的就是寒冰、地狱。同样不需要外界的冰雪，你自己心性的冷漠就会感召刺骨冰凉，冻裂筋骨的煎熬，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真实不虚。如果你贪婪无度、吝啬偏执，处处算计掠夺他人，永远不满足，永远在索取，占不到便宜就觉得吃亏，看到别人的好就心生觊觎，吝啬到不肯帮助任何人，这份贪婪吝啬的业力成熟时，就会感召恶鬼地狱的境界。常年饥渴，求而不得，万般匮乏，看到食物就化为脓血，看到清水就化为烈焰，永远在求，永远得不到那种煎熬无尽无期。还有很多很多种地狱境界，对应的都是不同的恶业，不同的执念，不同的心性状态。喜欢杀生伤害众生的，会感召刀剑地狱、砍劫地狱；喜欢偷盗侵占他人财物的，会感召铁蛇地狱、灰河地狱；喜欢邪淫放纵欲望的，会感召铁柱地狱、粪尿地狱；喜欢欺骗妄语造假的，会感召拔舌、钉舌地狱；喜欢挑拨离间、破坏他人关系的，会感召刺嘴、割舌地狱。每一种恶业对应一种痛苦，每一种执念对应一种境界，丝毫不差，粒粒分明。大家一定要听懂，这不是外力的惩罚，不是神明的刁难，更不是谁故意设好的陷阱，等着人往下跳。这是心念与业力自然对应的生命状态，是最公平、最客观的自然规律。就像你熬夜过度必然疲惫，受凉受寒必然感冒，吃了脏东西必然拉肚子。这不是谁在惩罚你，也不是谁在审判你，这是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，是因果的如实显现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下痛苦的因，自然结出痛苦的果，仅此而已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地狱的痛苦那么极致，那么漫长？为什么佛经里说地狱众生动辄受苦，千万劫无有出期？听起来就觉得遥遥无期，恐怖得不得了。我们还是用做梦来类比，大家一下子就懂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梦境里的时间和现实的物理时间完全不对等，根本不是一个流速。现实中你只睡了半个小时，打了个盹儿，梦里可能已经经历了几天、几个月，甚至几年的悲欢离合、跌宕起伏。有的人入睡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经历了一辈子的生老病死，醒来一看，才睡了不到1个时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梦境里没有物理时间的约束，时间是意识的感受。你的念头越密集，情绪越强烈，感受上的时间就越长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业力幻化的地狱境界里，没有人间的日月交替、时辰流转，没有昼夜，没有四季，没有年月，没有任何可以衡量时间的物理参照。众生沉浸在极致的痛苦、恐惧、绝望之中，每一个念头都是痛苦，每一个瞬间都是煎熬，一念接一念，没有片刻停歇，所以感受上的时间就会被无限拉长。一念之间，就如同经历无数岁月的折磨。不是有人刻意拉长你的痛苦，也不是谁故意判你千万年的刑罚，是执念越深，业力越重，意识里的痛苦时长就越无尽漫长。什么时候业力消了，念头转了，这个噩梦什么时候就醒了，地狱境界什么时候就散了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能明白佛经里那句核心真理：三界唯心造，万法唯识现。不仅仅是地狱、天道、人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，所有的生命境界本质上都是如此。不仅仅是死后的世界，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境界，所有的快乐与痛苦，顺遂与坎坷，遇见的人，经历的事，全部都是自己心念与业力的投射。外在的世界只是一面镜子，你内心藏着什么，镜子里就会显现什么。你心里是善的，遇到的善意就多；你心里是恶的，遇到的伤害就多；你心里是平和的，生活就安稳；
你心里是焦虑的，世界就混乱，一切外境都是内心的倒影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再做一个更深层次的认知升华，打破我们对现实最顽固的执念。这一步很重要，听懂了，你对整个世界的认知都会彻底松动。很多人之所以坚定地认为地狱是假的，是迷信，核心原因只有一个：我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所以它不存在。而我现在的人间，我的身体，我眼前的山河大地，万事万物，我能看见，能触摸，能感知，实实在在，所以它绝对真实，不容置疑。这是所有人最根深蒂固的认知误区，也是所有痛苦和迷茫的根源。我们默认了，我感知到的就是绝对真实，然后用这个标准去否定一切我们感知不到的东西。但我告诉大家，一切境界都是相对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世界是绝对真实、独立存在的真实与否，只看你站在哪个维度、哪个状态去看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做梦，对于正在做噩梦的人来说，梦里的火海深渊、酷刑、追杀是100%真实的，他会真切的恐惧、痛苦、绝望。你在旁边告诉他这是假的，你别害怕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也根本不会信，因为他的感受太真实了。但对于旁边清醒安然睡觉的人来说，这一切完全不存在，空空如也，连影子都没有。你看，同一个梦境，对做梦的人来说真实无比，对清醒的人来说了不可得。它到底是有还是无，没有绝对的答案，只看你处于什么状态。同理，对于恶业深重、业力成熟的众生来说，地狱真实存在，痛苦真实惨烈，一分一毫都做不了假。但对于清净无染、善业具足、心性通透的修行人来说，地狱空空荡荡，了无一物，本来就是幻象，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。那我们当下的人间呢？我们笃定真实的这个世界，这一生，这一切爱恨得失、山河大地，难道就是绝对真实的吗？其实一模一样，也是相对的，也是因缘和合的幻象，和梦境没有本质区别，只是更稳定、更持久，参与的众生更多而已。我们之所以觉得人间无比真实，是因为我们所有人的共业相同，认知相同，感知维度相同，所以我们共同投射出了这个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、人情冷暖的人间世界。我们有一样的身体结构，有一样的感官系统，有一样的认知模式，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样的。我们彼此印证，就更加坚信这是唯一的真实。就像一群人做了一场共同的大梦，大家梦境同步，感受一致。你看到的和我看到的一样，你摸到的和我摸到的一样，于是大家就都默认了，这场集体梦境就是唯一的真实。谁要说这是梦，谁就是疯子。但跳出人类的维度来看呢，对于天道的众生，对于跳出轮回的觉悟者来说，我们当下执着的人间，我们计较的得失，我们痛苦的烦恼，我们贪恋的情爱名利，同样也是一场虚幻的梦境，同样了无实体，转瞬即逝。他们看我们，就像我们看正在做噩梦的人一样，知道我们在梦里受苦，知道一切都是假的，但我们自己陷在里面，就是醒不过来。大家一定要慢慢体会这个中观智慧。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断灭空，不是虚无主义，而是没有永恒不变、独立存在的实体，一切都是因缘聚合而生，因缘消散而灭，没有固定的自性，没有绝对的真实，所以地狱不是没有它，在业力显现的当下，有真实的痛苦，有真实的境界。对身处其中的众生来说，和我们现在的人间一样真实，但它不是实有，它没有固定的空间，没有永恒的形态，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，只是心念与业力的临时投射，缘聚则有，缘散则空。人间也是如此，当下的一切真实可感，
我们吃饭、走路、工作、生活，一切都实实在在，却终究生生灭灭，转瞬即逝。没有一样东西能永恒属于我们。山河大地会变迁，身体皮囊会衰老，名利财富会消散，爱恨情仇会落幕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临时显现。聚的时候觉得真实无比，散的时候才知道一场空幻。听懂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再极端的否定地狱，觉得那都是迷信，也不会再盲目的恐惧地狱，把它当成洪水猛兽。你会明白，地狱和人间本质上是一回事，都是心识的显现，都是业力的果报，只是状态不同，苦乐不同，持续时间不同而已。明白了这个，你就会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境界，不会贪着人间的快乐，也不会畏惧地狱的痛苦，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是梦，一切都会醒很多。初学者听完这些道理，心里一定会生出巨大的怀疑。我非常理解，也完全包容。大家会想，这些维度，这些业力，这些境界，我完全感知不到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凭什么让我相信它真的存在？会不会只是古人的心理暗示，只是自我安慰、自我约束的心灵鸡汤，甚至是宗教用来控制人的手段？有这个疑问太正常了。所有普通人刚开始接触生命真相、灵性真理的时候，都会有这样的疑惑。不要觉得自己有怀疑就是不对的，就是业障。众完全不用真正的智慧，从来不排斥怀疑。真正的修行，从来都是从解惑开始的。佛陀当年讲法，也从来不让弟子盲目相信，而是告诉大家要像淬炼真金一样反复观察、反复验证。真的搞懂了，想通了，再去相信，再去践行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我们人类的感官真的极其有限，极其笨拙，根本不足以衡量宇宙和生命的全部真相。我们的感知能力窄得可怜，我们能接收到的信息只是茫茫宇宙里的沧海一粟。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可见光波段、红外线、紫外线及低色电塔、磁场暗物，我们完全看不见，但它们真实存在，时时刻刻作用于我们的生活。你看不见手机信号，但你打电话、刷视频全靠它传递。你看不见无线网络信号，但它能承载海量的信息。你看不见磁场，但指南针永远指向南方。地球的磁场保护着所有生命。这些东西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没人会说它们不存在。我们的耳朵只能听到有限频段的声音，次声波、超声波我们听不见，却真实具备。能量能影响万物，次声波能和人体内脏共振，造成损伤；超声波能清洗物体、击碎结石，有很大的作用。我们听不见，不代表它们不存在。我们的身体只能感知常温、常压的环境。极端的高温、低温、高压环境，我们无法承受，无法感知。但这些环境真实存在于宇宙之中。深海里几千米深的地方压力大，到能把钢铁压碎，依然有生命存在。宇宙里的恒星温度高达几千万度，我们根本无法想象，更无法感知，但它们真实存在。科学发展到今天，早就已经证明，眼见绝对不为实，感官绝对不可靠。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，只是宇宙真相中极其微小、极其片面的一个片段。我们看不见、感知不到的维度，能量法则远比我们看得见的要多得多，深邃得多。几百年前，人们看不见细菌，看不见病毒，就说疾病是鬼神作祟。后来显微镜发明了，大家才相信微生物的存在。几十年前，人们看不见无线电波，觉得隔空传声是天方夜谭。现在手机人手一个，没人觉得奇怪了。人类的认知一直都在随着工具的进步而拓宽，但直到今天，我们对宇宙、对生命的了解依然少得可怜。所以，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感官去否定无限的生命真相。不要因为自己看不见业力，看不见轮回，
看不见善恶境界，就武断判定这一切都是虚假的。你可以暂时存疑，可以慢慢观察，可以慢慢验证，但请不要急着否定，更不要抱着傲慢的心态，觉得自己认知里的世界就是全部的真相。那和几百年前否定细菌存在的人没有任何区别。那讲到这里，很多人会问，既然地狱是唯心所现，是业力的梦境，那佛经里详细记载的18层地狱，各种酷刑，各类果报，描述的那么具体，那么细致，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仅仅是为了吓唬人，让大家不敢做坏事吗？当然不是。佛陀讲地狱，从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惧、制造焦虑，更不是为了惩罚众生。佛陀的慈悲是极致通透、极致温柔的，他就像一个看透了一切的长辈，知道哪里有坑，哪里有火，哪里会让人受伤，所以仔仔细细、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，这条路走下去会有什么后果，那种状态会有什么痛苦，不是为了吓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绕开，是为了保护我们。佛经里所有地狱的描述，本质上都是心性的隐喻，是习气的写照，是恶业的具象化警示。他用最直观、最有冲击力的画面，把抽象的心性痛苦转化成具象的场景，让普通人一听就懂，一看就知道后果，从而心生警惕，主动止恶行善。每一层地狱对应的都是一种极端扭曲、极端痛苦的心性状态，每一种地狱酷刑对应的都是一种伤人伤己的执念与恶习。它不是外在的刑罚，是内心状态的外化，不是别人给你的惩罚，是你自己的心性给自己带来的痛苦。所谓拔舌地狱，对应的是口业的深重，口舌伤人，恶语相向，搬弄是非，造谣诽谤言语是最无形的武器，却能种下最深的恶业。你一句话能毁掉一个人的名誉，能拆散一个家庭，能把人逼上绝路。这些伤害不会凭空消失，都会变成业力种子，种在自己的石田里。等到业力成熟，这份撕裂他人、伤害他人的力量，就会原路返还给自己，显现出拔舌、割舌的痛苦。所谓油锅同铸热狱，对应的是内心的嗔火与戾气。一个人常年心怀怨恨、暴躁易怒，满心恶毒，处处针对他人，一点点小事就勃然大怒，看到别人好就嫉妒，和人有矛盾就记恨，内心就像常年燃烧着烈火，焦灼滚烫，没有片刻清凉。这份燥热、恶毒、焦灼的习气就是地狱的火种，等到因缘成熟，自然就会幻化出烈火灼烧的地狱境界。不是外面有火，是你心里的火烧了你自己。所谓寒冰地狱，对应的是心性的冷漠、自私、刻薄，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，冷血无情，看到别人落魄就嘲讽，看到别人痛苦就幸灾乐祸，对谁都尖酸刻薄，没有半分温情，没有半分善意，内心常年冰冷荒芜，像一块冻透的石头。这份冰冷的习气就会感召寒冰彻骨的痛苦果报。同样不是外面有冰雪，是你自己的心太冷了，冻住了自己。所谓石压山压地狱，对应的是深重的执念、贪婪与偏执，对名利情爱得失过度执着，放不下，看不开，苦苦纠缠，想要的一定要得到，得到了又怕失去，天天活在焦虑、恐慌、求不得的压力里，内心常年被欲望和执念压迫，束缚不得自在。这份压抑沉重的业力就会显现被巨石大山压迫的痛苦境界。还有黑暗地狱，对应愚痴无明，是非不分，正邪不辨，活在混沌和迷茫里，心里没有光明，没有智慧，永远昏昏沉沉，颠三倒四，所以感召黑暗无边、不见天日的境界。还有孤独地狱，对应偏执孤僻、自我封闭，不愿意和人连接，不愿意接纳外界，把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所以感召独处孤苦、无人相助的境界。大家看，所有的地狱境界从来都不是外在的惩罚，
都是自己的心性、自己的习气、自己的恶业亲手造就的生命状态。有什么样的心，就有什么样的境界；有什么样的业，就有什么样的感受。一切都是自心所造，自作自受，和别人无关，和神明无关。佛陀把这些真相细致地讲出来，唯一的目的就是唤醒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保护我们。就像长辈告诉孩子，玩火会烫伤，溺水会伤身，走悬崖会掉下去，不是为了吓唬孩子，是为了让孩子规避危险，守护自己好好活着。同样，佛陀讲地狱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恐惧绝望，而是让我们知畏、知止自省，改过让我们看清恶业的危害，看清执念的痛苦，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什么念头该留，什么念头该断，主动放下恶意，放下偏执，放下戾气，修善、修慈、修柔，修通透，从此远离痛苦的根源，活得安稳，活得清净，活得自在。这才是佛经讲地狱的真正意义，不是恐吓，是慈悲，不是审判，是救赎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最温暖、最核心的解脱真相：既然地狱是唯心所现，那么心转境就转，业消苦就灭。地狱从来不是一个一旦坠入就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笼，也不是一旦定罪就永世不得翻身的终审判决。它只是恶业成熟的一场梦境，噩梦再恐怖再漫长，只要你醒来，梦境即刻消散，痛苦当下止息。什么是醒来？醒来就是转念，就是改过，就是忏悔，就是修心。心转了，业就转了，业转了，境界就转了。当你开始收敛口业，出言温和，善待他人，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说话之前先想想这句话会不会伤害别人，会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多讲善言，多讲软语，多讲鼓励安慰的话，拔舌的业力就会慢慢消融。你当下就能感受到人际关系的和顺，感受到言语带来的温暖。当你开始放下嗔恨，化解戾气，心怀包容，待人宽厚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先别急着发火，遇到合不来的人，先别急着对立，多换位思考，多体谅别人的难处，把心里的怨恨一点点放下，把心里的火气一点点降下来，烈火灼烧的业境就会慢慢消散，你当下就能感受到内心的清凉和平和。当你开始心生慈悲，温暖待人，体恤众生，常怀善意，看到别人受苦，愿意伸手帮一把，看到别人落魄，愿意给一份尊重，对身边的人多一点温柔，对陌生人多一点善意，心里常存暖意，常存柔软，寒冰刺骨的痛苦就会彻底远离，你当下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温度和光明。当你开始放下执念，看淡得失，随缘自在，不执不取，对名利，对情爱，对得失都尽力而为，结果随缘得到了不狂喜，失去了不悲痛，不纠结，不纠缠，不钻牛角尖，一切压迫束缚的痛苦境界都会烟消云散，你当下就能感受到身心的轻松和自在。这就是修行的真谛，这就是改命的核心。修行从来不是修外在的形式，从来不是求神明的保佑，不是烧多少香，磕多少头，念多少经就可以的修行。唯一的核心就是修自己的心。你的心温柔清净，你的世界就温柔清净；你的心善良慈悲，你的生命就温暖光明；你的心无执无染，你的境界就自在解脱。所有外在的形式都是为了辅助内心的成长。如果心不改，形式做得再多也没有用。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，总觉得地狱是死后的事情，离自己特别遥远，活着的时候可以肆意妄为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反正现在也不会有报应，等临死前再忏悔再补救就可以。这是非常非常错误的认知，也是非常危险的侥幸心理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天堂和地狱从来都不在死后，就在我们当下的每一个念头里。
每一个当下的生活里，我们不用等死后才见到地狱。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时时刻刻都在体验天堂和地狱。大家仔细观察自己的生活，就能发现，当你心怀怨恨、满心嫉妒、暴躁易怒、处处计较的时候，你当下的状态就是地狱。你内心焦灼痛苦，坐立难安，满心阴暗，毫无喜乐，看什么都不顺眼，遇什么都不顺心，整个人像被负面情绪泡着一样，喘不过气。哪怕你身处豪宅美食，锦衣玉食，你也活在人间地狱里，物质再丰厚，也救不了你内心的痛苦。而当你心怀感恩、宽容、温柔，内心平和，待人善良的时候，你当下的状态就是天堂。哪怕你生活朴素，境遇平凡，粗茶淡饭，不衣陋室，你的内心安稳自在，清净喜乐，温暖从容，没有焦虑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恐惧，踏实又安心。这就是人间天堂，和外在的物质没有关系，全在内心的状态。我们每一个念头都在创造天堂或者地狱。一个善念升起，你就瞬间在天堂；一个恶念升起，你就瞬间在地狱念头，一个接一个。我们就在天堂地狱之间，来来去去，反反复复。死后的境界不过是当下心念的放大，当下习气的延伸，当下业力的汇总而已。平时的念头是零散的，习气是被压制的，所以痛苦和快乐都不极致。临终的时候，所有的习气和业力全部显现，就像河水汇入大海，力量变得无比强大，所以境界就会变得无比清晰，无比极致。一个常年活在嗔恨、偏执、恶毒里的人，习气深重，每一个念头都在造恶，每一个当下都在地狱里打转。临终之时，自然会被恶业牵引，显现更极致的地狱境界。一个常年活在善良、宽容、慈悲里的人，心性柔软，善业具足，每一个当下都在天堂里，临终之时自然会感召更清净安乐的善境。所以说，修行不用等，死后改命不用等未来，就在当下每一个念头里，就在当下每一件小事里。你当下转一个善念，就为自己积累了一份天堂的因；你当下纵容一个恶念，就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地狱的种子。因果从来都不虚，报应从来都不远，就在当下，就在眼前。因果从来不是宿命的枷锁，而是最公平、最温柔的生命规律。它不偏袒任何人，也不惩罚任何人，只是如实回馈每一个人自己造作的一切，如实映照每一个人自己的心性状态。你给出去什么，就会回来什么；你种下什么种子，就会收获什么果实。它公正无私，也温柔慈悲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拥有什么样的生命状态，全由你自己决定。讲到最后，我想安抚每一位心里有疑惑、有恐惧、有不安的朋友。如果你过去曾经做错事、说错话，伤害过别人，造过恶业，心里一直惶恐不安，害怕恶果，害怕地狱，每天活在愧疚和焦虑里，我想告诉你，完全不用过度焦虑，自我折磨更不用绝望。佛法最伟大的力量，从来不是审判，而是救赎；从来不是追责，而是宽容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一念忏悔，一念清净，只要你愿意回头，愿意改过，永远都不晚，永远都有机会。业力虽然真实，但它不是永恒不变的，不是定死的。所有的恶业都可以通过真诚的忏悔，持续的行善，稳定的修心，慢慢淡化，慢慢消融，慢慢清零。就像黑暗的房间，只要点起一盏灯，黑暗当下就消失了。善念和修行就是那盏灯，能驱散所有恶业的黑暗。真正的忏悔不是痛哭流涕的自责，不是诚惶诚恐的跪拜，也不是嘴上说说我错了，转头还是老样子。真正的忏悔是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真正明白这件事带来的伤害，从此下定决心不再重蹈覆辙。
用往后的善念和善行改写自己的业力轨迹。如果伤害了别人，就去道歉，去弥补，能补偿的尽量补偿。如果过去造了很多恶业，就从现在开始断恶修善，好好说话，好好做事，好好待人，用持续的善业去转化过去的恶业，这才是最有力量的忏悔，才是真正的改过自新。只要你愿意转念，愿意改过，愿意修善，愿意温柔对待自己，善待众生，你当下就在告别地狱，当下就在积累光明，当下就在重塑自己的生命。未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必一直背着包袱往前走，放下愧疚，好好改正，好好往前走，就是对过去最好的交代。我们普通人修行，不用追求多么高深的境界，不用执着多么玄妙的道理，也不用羡慕别人有什么神通，有什么境界。我们只需要守住最朴素、最核心的初心，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修好念，从身边的小事做起，从当下的念头做起，说话温和一点，脾气小一点，心胸宽一点，善意多一点，少一分戾气就多一分清净，少一分计较就多一分自在，少一分恶毒就多一分光明，少一分执念就多一分解脱。不用着急，不用焦虑，修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生命的成长也需要时间，慢慢修，慢慢改，慢慢沉淀，慢慢成长。就像小树慢慢长大，就像乌云慢慢散开。你的心清净了，你的人生就清净了，你的未来自然远离一切痛苦恶境，安稳喜乐，自在光明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生命的真相从来都不复杂，大道至简，万法唯心。外在的一切境遇都是内心的投射，未来的一切境界都是当下的积累。不用恐惧未知的地狱，只需修好当下的自己。不用执着虚幻的得失，只需守护内心的清明。当你把自己的心修好了，善良了，柔软了，清净了，自在了，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，你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，你所处的境界就是安乐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解开了你长久以来的疑惑，让你对生命、对因果、对心性有了新的认知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和思考。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写在评论里，我们慢慢交流，慢慢探讨。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、订阅频道，我们一起慢慢修心，慢慢成长，慢慢觉醒，在平凡的生活里修出一颗通透、温柔、自在、光明的心。未来的路很长，我们一起慢慢走。